在拍篮球，然后很多球没有进啊，我的问题啊。来，行。手过来，送那样子就这样，用这只手这样子去标。走吧，回家了，儿子们。好，该回家了，儿子们。爸爸说话，儿子插什么嘴啊？儿子。上啊上啊上啊！先过去。好。好，来，再来一个啊！子弹应该讲不到那儿就停。搞嘛！兄弟们有什么？来一个，对不起，被标了。真真，走。现在拍照，老师找我，说有一家公司要来选秀，然后大家还记得我选秀时候的场景，就跟那个一模一样。现在我们正在拍我们在乐队的校园大整合文艺汇演，然后有点尴尬，
对，人很多。坐回你们刚才自己坐的位置。你才是儿子，你那是。我们得抓紧啊，等一下，看看哪个一会儿。你在那边跳，边跳边笑，我差点喷出来了。应该把这些歌叫过来，这样子我就不要这么的难了。好的。来，play 一下，焦点准备。刚才喝的豆浆现在烫熟了。开始吃吧，最后晚自习又迟到了。来，晚自习，晚自习。上课。对不起。我大灰狼。啊，这样子好一点，这样子好一点啊。好了，来那个，来狗狗，我们确定一个是要的是吧？你是这样。哦，这样可以的，这样可以的。我是觉得我们这次歌词首先是很有记忆点，然后舞蹈动作也是特别有标志性，对，就包括服装上面应该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感觉，是不是？是。你敢说不是？该说什么？好了，再玩一个。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动物嚎叫的明瑞。Hello， 大家好，我是 Boy Story 的明瑞。我终于杀青了，但是现在还有个采访。上表演课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老师让我们就是自由发挥，让我们好像是即兴表演，然后我们表演，但是有些时候会忍不住。但是比第一次上表演课的时候好多了。然后再说就是片场可能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可能会有环境的影响的因素，就比如什么嘈杂的声音，或者是什么突然正在演戏呢，就是有人吼一句什么摄像机或者是哪儿有问题啊，然后就老师让我们不要被现场的环境影响，入戏就行了。但是刚开始特别的紧张，脑袋里想这想那的，很难入戏。但是到了后面，就是到了我从第一天下午开始拍那个排练室的时候，就接触到音乐了，然后我就特别放得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排练室的词语，然后就是对话也都非常的好玩，然后也非常的放松，对，就是放松，就是这些话很自然的就说出来了，就不像刻意去那个演戏。然后后面，是
问题是什么来着？感受就是没有太多，就是后边就玩起来了，感觉非常的放松。然后虽然有时候会跳戏，但是跳戏都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活泼的嘛，就是后面直接就自己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就演了自己，就直接自己平常怎么说话就说话。我之前没想过，我之前想表演是特别的，我之前想的就想一个问题，我之前想表演，我说如果我演哭戏会演好吗？我就在那想，因为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这个剧本还没拿到的时候，我以为会演什么特别伤感的东西，然后发现是剧欢快的，我也就没有想这件事，我就在想我会不会演哭戏啊？我哭戏会演好吗？我会不会不哭啊？我会不会笑啊？唯独那天其实我就是按我本身的说话的语气和就是之前上表演课的老师给我的建议，然后我就去正常的说，然后导演说挺好的，然后导演后面也问题是什么来着？其实导演就直接让我按唯独的那个时候去演，但是我可能之前会想一些小细节，就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第一个场景就是我打完篮球去叫他们该回家了，乖儿子，就是那个上表演课的时候，老师就是叫那个帮我想了个小细节，就是搭着他们的肩就看着他们，然后我看了现场的时候有个椅子嘛，我就是想打完球，然后我就是坐在他们就坐下去，顺便搭着他们，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嘛，然后但是看了现场，因为他们把椅子坐满了，我没得坐，所以我就站在那儿，然后不过幸好有那个宋延龙给我扔书包，不然我站在那儿会很尬，然后幸好我就是扔书包就是能有个懵懵的表情，然后不然我就说嘿该回家了乖儿子们，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会显得我很呆，所以就是我还是就是导演让我按唯独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去说，我也都说了，然后还挺好的，没有特别尴尬的部分。可能自己就是演前几场戏的时候会比较感觉尴尬，因为第一次演戏。我这个角色就是上学，对，就一直就是正常上学的我自己。他这个难的就在于，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选上了，然后再让我去演，没有选上，就是和兄弟之间做择觉的时候是有点难的。反正就问题是什么来着？问题是什么这个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反正就是我自己，反正就是难的也没有多难，就挺好。我对这个人挺了解的，就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就是龚明瑞，我也是龚明瑞，只不过他是平行时空另外一个我，就是反正就是他其实后边他看到就是那个电视上播的那个新闻嘛，他其实反正就是有点那种想后悔但又不后悔，因为他不去那边，过得也还不错。也不是还不错，过得也不错，对，就是正常上学，就是正常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嘛，然后正常和朋友一起可以玩啊，可以一起吃东西啊，无忧无虑啊，没有那么多想法，过得也还不错。有些时候没有想法，我觉得就挺好，特别的对这个世界有特别的一种憧憬感嘛，一种感觉，就是特别的天真，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挺好。我们之前拍 MV 有剧情区别，就是一个是演戏，一个是拍 MV， 但是 MV 就不知道演戏，演戏就我知道自己在演戏，但是演到一种现在我已经演了渐入佳境了，就我还想演，但是已经结束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心情吗？就现在我特别开心，但是
我可能待会儿只能捧着个手机在那看，我手机也坏了。其实这一次拍摄我其实都记忆挺深刻的，我就真的把每一个片段我都给记下来了，就包括一些说的什么话，一些小细节。其实现在去回忆的话，我还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就都挺记忆深刻的。但是如果是要说的话，会说很长。在那个后边的文艺汇演上面，然后我不是在那边弹边唱嘛，然后我唱到马上到高潮的时候，那个鼓手就突然来一个花的，哇，看花秀连人，然后我就唱得起劲儿了，然后好像就起劲儿了，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意思的点就是，鼓手在那个刚打完一个花的，然后到了高潮之后，然后他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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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错了，咚，好像是不知道是踩到哪儿的，反正又打错了，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可能现在没有当时那么有意思，但是当时确实是有意思的。感受还想再演，你看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已经就是我在就是脑子里边在想就是一些场景的时候就巨好笑，对，然后但是已经结束了，虽然累，但是就是演好了，我状态进去了，就让我感觉不到累，然后就是反而越来越起劲了，对，然后你看我现在还乐着，这次是第一次演戏，我觉得演的已经不错，然后不只是我他们也演得不错，然后我也演得不错，虽然没有那种影帝级别的，但是希望以后有朝一日会到影帝级别的演员，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舞蹈、我们的 MV、我们的什么舞蹈版 studio、我们的演戏，我们都完成的，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已经，我们就尽力去做，已经接近完美了。然后大家也多听听我们的新歌，然后也多看我们的舞蹈，我们这次舞蹈也挺好的，也是很少时间准备，但是跳得非常的齐。就是我们在拍 MV 的前一天，我们还练习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就是反正就很齐，然后这个戏也拍得好，对，就是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把它做得非常好。